近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最新中国军力报告，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还以所谓解密的方式炒作中国战机危险拦截。21号，中国媒体独家披露多段视频，还原美军舰机抵近侦察中国周边海空域真相，揭露假扮受害者的美国企图倒打一耙的真面目。据公众号“预言谈天”披露，2023年8月19号，美约翰逊号驱逐舰危险穿插位于南海正常训练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画面显示，美方军舰在中方军舰前突然大角度加速转向，穿越舰首。中国海军严厉警告，阻止美约翰逊号驱逐舰抵近滋扰我舰艇编队。拉尔夫·约翰逊号是美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配备宙斯盾基线9作战系统，拥有一体化防空和反导作战能力，主要负担防空、反潜、反水面战以及打击行动。约翰逊号于2021年移防位于日本横须贺的新母港，多次到南海和台海执行所谓自由航行任务以及演习。对于前来挑衅的外国舰机，解放军一律予以警告驱离。深圳卫视注意到，第一段画面中对约翰逊号喊话的是南海舰队的052D 型驱逐舰桂林舰，舷号164。在另一段音频中，约翰逊号又碰上了东海舰队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南京舰，舷号155。US Washington 114. This is China Navy Washington 1550. You have entered China's continuous zone. What's your intention? 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呢，在海面上以切割我方舰艇航线的方式高速通过舰艇前方，这是完全违反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我作为随舰记者出访过好几次，在海面上其实也在现场见识过美国的这个阿利伯克导弹驱逐舰，它利用它的性能，它的高速的燃气轮机在海上飙车，是一个不专业的危险的操作。公众号“预言谈天”披露的现场视频还包括2023年3月23号、24号，美军米利厄斯号驱逐舰连续侵闯中国西沙领海，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多段喊话视频显示，面对任何滋扰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坚定决心与强大能力。Navy warship Nano 3, U.S. Navy warship Nano 3. This is Chinese naval warship 530. You are approaching Chinese territorial sea. Please take reverse course. Please take reverse course. 2022年12月21号，美空军RC-135电子侦察机在中国华南沿海海南西沙群岛当面蓄意抵近侦察。视频可见，一开始美方军机与中方军机保持一定距离飞行，突然美机改变飞行姿态，从云层与飞机的相对位置可见，是美机向左挤压中方军机。这一危险接近动作严重影响我方飞行安全，严重违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方飞行员依法依规处置。去年底，美国印太司令部就曾拿此事炒作，无端指责解放军军机危险贴近，声称双方距离为6米，最近时仅3米。事实上，美方说法是故意忽视了空中交通规则。根据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实践，当两架飞机同向飞行并在空中交汇时，如果要超越前方的飞机，后面的飞机要改变高度或从右侧超越。但不管美方公布的视频还是中方公布的视频，都明显可见，是 RC-135在未保持不小于600米的垂直间隔情况下，突然机动转向，才造成歼11战斗机与其只有3到6米的近迫态势。且 RC-135面对在其前方同向飞行的歼11向左挤压，显然违反了如果要超越前方的飞机，后面的飞机要改变高度或从右侧超越的明确规定。当时，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就指出，美机不顾中方多次警告，突然改变飞行姿态，做出危险接近动作，美方蓄意误导舆论，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妄图混淆国际视听。另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20号介绍，2023年以来，美军侦察机就有2000余架次抵近活动，美舰2艘次冲闯我西沙领海，5艘次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蓄意对华恃强挑衅，极易发生危险接触，推高地区紧张局势。应该说，中方在国防外交战略上，我们习惯性是下后手棋。我们对美军这种恶人先告状、主动设置议程去泼脏水的行为啊，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
证据和可靠的音视频素材之后，采取后手期后一步抛出来，其实久而久之，美军在全世界范围内它的这个信誉啊、泼脏水的行为啊，就很快就被全天下人皆知了。观察指出，美方近期炒作解放军危险拦截的动机是拜登正在向国会索要特别预算。20号，拜登提交了总金额高达1060亿美元的特别预算案，主要涉及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但值得警惕的是，其中夹带40亿美元涉及中国，名目为所谓对抗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和印太地区影响力资金，其中20亿美元用于美国国务院在印太地区提供安全援助，20亿美元用于美国财政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替代金融方案，部分资金还将用于中国台湾。拜登他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在共和党不得不推动这个向以色列追加这个军事援助拨款的这么一个时机呢，他把他自己的政治议程带进来了，他把他自己想解决俄乌的问题带进来了，对中国的影响力的遏制的这方面的议程也加进来，他也要面对的这样一个党内的这个极右翼的挑战的问题，就是说极右翼他是坚持要缩紧开支的，能够按照拜登所设想的方案去通过的这个概率并不大。外界注意到，虽然中美短期内不断博弈，但中美高层接触的势头仍在持续。20号，美国驻华使馆举行美国驻华联络处设立50周年纪念活动，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应邀出席并致辞。马朝旭表示，50年前，中美宣布互相在对方国家设立大使级联络处，在两国关系从破冰到建交的关键时期，中美联络处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两国之间架起了一座特殊桥梁，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74年，老布什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首任主任，期间，老布什经常和妻子芭芭拉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梭，两人还有一张骑自行车在天安门城楼前的合影，流传甚广。老布什还因此获得了自行车大使的美誉。他总计访问中国22次，被中国民众亲切地称为老朋友。回望中美友好历史，马朝旭指出，温故而知新。50年过去了，中国、美国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希望交流合作的根本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今天，中美关系处在又一个关键时期，双方都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聚焦共同利益，拿出政治勇气，展现政治智慧，妥善管控分歧，扩大互利合作，促进民间友好，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据报道，当天，美国驻华大使官邸被命名为布什故居。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与马朝旭的合影，并附文称：“我很感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参加活动。”同一天，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向美国中国人民友好协会2023年全国大会致贺词。谢锋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止跌企稳的积极迹象，呼吁双方用行动排除障碍，管控分歧，用诚意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稳步向前。觉得现在中美关系确实是处于一个止跌企稳的状态，而且呢，美方和中方其实都互相在用语言和行动来释放这样一种善意，希望对方能够接收到哈。美国驻中国大使 Nicholas Burns， 他前段时间在一个智库哈，就是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他做了一个面向美国全国的那样一个讲话，我私人参与了，我发现了他把美国各大高校还有智库的大概有那么将近100个不同机构的人，全部都邀请过来参与这样一个中美之间的讨论。而且当时伯恩斯大使他释放的信号也是中美之间，比如说这个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交流的。